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叫做孔明借东风？反正社会的氛围就是爱投资房地产嘛，那你不生就不给你优惠的资格，你爱生就多给你，生几个就给你几个，生一个优惠一间，生3个就优惠3间，让生小孩这件事情间接绑定投资的属性，形成小孩生的越多，房子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多，晚年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这是不是一条反而有机会做出一点成绩的路？反正传说中的少子化办公室，你知道它顶头上司是谁吗？是卫福部，卫生福利部。那卫生福利部又已经是房地合一税税收使用的受配单位。虽然卫福部被规定说钱只能用在长照但内政部也是受配单位啊。那就看生小孩这件事情怎么样透过其他的政策去包装成间接的长照，或是出台友善养小孩的政策。婚后买房最常不知道这个问题，夫妻财产分配的真相揭露。先说结论，夫妻买房不等于用掉2个人的首购名额，这还是要看名字挂在谁身上。如果你名下无房，你就是还有首购席位。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该买老屋还是新古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婚后买房算夫妻共同财产吗？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我先叙述一下他的情境。这位观众是职业军人，目前在新竹服役，所以在新竹他已经买一间房子，而且他已经缴清了然后明年年中就要退伍了，打算回高雄所以在考虑是不是要把新竹的房子卖掉，然后再回高雄买一间这样。那他的问题是，现在的第二屋不是只能贷5成吗？因为他们房子都是婚后买的，那这样算2个人的第二屋，要拿5成的头期款，他拿不出来，所以他才会想说，我去卖掉新竹的房子。好，来先说结论。这个观念怪怪的我就很讨厌那个学校为什么不教这些，然后都要大家出社会以后自己在那边东问西问，也不知道谁是正确答案这样。好，来第一个，他新竹的房子已经缴清了没有贷款，所以他们2个人都能算是首购都有8成的席位。第二个，就算他新竹的房子还没缴清，他老婆还是有还是有首购席位所以只要用老婆的名字去买房子就可以贷款8成所以你要知道第一屋是怎么认列的我们这次把首购讲清楚一点那知道的观众就当复习这样。好，来，首购的认定不是看你名下有几间房子而是看你名下有几间正在贷款的房子那讲清楚一点是科目1的贷款那像这位会员，他新竹的房子已经缴清房贷了，他再买一间就是可以贷款8成。那在现在这个第7波信用管制下，他会受到的现在是第7波我录这支影片的时间是11月19号还没有到那个12月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好，所以我这个影片当下是第7波。那在现在这个第7波信用管制下，他会受到的影响就是没有新青安因为新青安要求的是双方都没有房子因为他老婆名下就没有房子嘛，所以他可以用他老婆的名字买是有宽限期的。因为第7波信用管制的排除条款首购甚至可以拿到宽限期这样，但实务上你要很看银行那个目前实务上你首购你要争取到宽限期还有点难很看运气啦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复杂？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永庆房屋做的图，算是列得相当清楚了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把它念一念那永庆房屋它写的是9月19后各族群房贷贷款资格适用条件，它有分个人跟夫妻，那我们就直接讲夫妻。好，那个人无房无贷，配偶名下有房无贷，则没新青安，是首购，有宽限期，首购贷款8成。再来，个人无房无贷，配偶名下有房有贷，刚刚是无贷现在是配偶名下是有房，然后还在缴贷款，则不适用新青安，符合首购，有宽限期，首购一样可以贷款8成那再来是夫妻2人皆无房无贷，则适用新青安，适用首购，适用宽限期新青安贷款8成，首购贷款8成对，就这样。
我还是建议最好还是打电话问一次银行，问清楚你现在的资格可以怎么贷，因为这个政策改太快，搞不好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政策又改了，所以还是先跟你常往来的银行确认清楚会比较保险。最后你要知道夫妻共同持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夫妻买房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会认为说两个人结婚以后买房子就是夫妻共有财产，所以房子挂在老公名下，老婆就被剥夺掉首购的名额其实不是这样法定财产制我们不讲得太复杂，反正就是说你结婚以后买的房子，假设挂在老公的名下，那当你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进行财产分配的算出双方的剩余财产后加总并平均分配，所以房子卖掉的钱一半是归你所以你不是拥有这间房子的所有权法律是保障你可以拿到一半的处分的收益这样。以及如果老公要卖房子，必须要经得你的同意这样我们讲很粗略了那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看很多律师他也会拍 YouTube 的影片讲，而且有那种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他们狗血故事真是一大堆你可以去听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就算你们夫妻婚后买房，那只要这间房子只挂在一个人的名下，另一个人还是有首购的资格。但如果两个人都有挂名的话，就两个人都没有首购资格这样此时就会延伸一个问题就我老婆是家庭主妇就没有报税，那银行会怎么认定她有缴款的能力？那这其实是这样，就是房子的登记人跟贷款人本来就可以不一样不然怎么那么多富豪的另一半都在买房，而他们职业都写家管，就不用工作就写家管他们也能贷款了银行就是这样登记人跟贷款人可以不一样，所以你要买房子你就登记在你老婆的名下，然后贷款人写你还是你去扛这样那就可以发动80%的贷款息位。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婚后买房算夫妻共同财产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观众的问题，就他们是一对夫妻，现在新竹的房子已经缴完房贷，想要搬回高雄，那因为缴不起高雄的第二屋要拿5成，打算要把新竹的房子卖掉，再去取回首购名额之后再去高雄买房子这样那我的看法是，这可能有一点误会因为现在夫妻买房不是说就直接会取消掉两个人的首购席位除非登记的时候这是登记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这个会员其实他还有老婆，首购80%可以发动，只是因为他们名下有房，那就变成不能用新青案而已。而且我也跟你分享了第一屋的认列的逻辑就是看你有没有正在贷款的房子，如果你名下有房但是已经缴清，你还是可以用首购，在银行的眼中你这个就叫做还有首购的名额。最后我也跟你分享了夫妻共同持有是怎么一回事简单的说，就是夫妻婚后买房，如果挂名在老公名下，那这间房子的所有权就在老公手上，那法律保障的是当这间房子卖掉以后配偶可以拿一半的钱那如果老公要卖房子还要老婆同意，这样就不会发生什么偷卖房子这种事所以除非你们买的那间房子直接就挂两个人的名字，不然另一个人就还是拥有首购的名额，大概是这样这是现在版本，那未来会不会改都很有可能。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细节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些律师的 YouTube 他们会讲得比较清楚，反正是打离婚官司的真的是超级狗血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
哦，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哦，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哦，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哦。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哦，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哦，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哦，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哦，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哦，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哦，说你是阿元的观众哦，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哦，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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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哦。那我也知道台北人哦，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哦。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哦，小老鼠 BUYTAIPEI 哦，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哦，新北很远哦，远到淡水哦，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哦，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哦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哦，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哦，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哦，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哦，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好，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夫妻买房这件事情哦，目前已经被政府严重干预了哦。干预到说在网络上都在戏称说，这根本就在惩罚结婚的人哦。因为两个人假设还没结婚，只要男朋友、女朋友哦符合条件的话，男朋友可以发动性侵害，女朋友可以发动性侵害，然后再结婚。目前来说是可以的，这个显而易见的 bug 并没有被政府直接封住，而是间接封住。为什么？因为它绑性侵案不能出租，就这样。你买2间嘛，那除非你这2间要自住，但通常你会想要租人嘛，一间自住一间租人，那你一间租人就会被追回性侵案，这样间接封住。我想这个就是网开一面了，还没去处理这个 bug 这样因为这影响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就先忙别的这样。那你一结婚，一对夫妻其实是蛮困难，会有再发动性侵案的机会，因为性侵案就绑定了任一方身上不能够有自用住宅。那总体来说，我也不是什么政治的狂热者，只会酸政府。我们来严肃的讲讲政府怎么操盘会对社会有正向一点的帮助，讲点有建设性的嘛我觉得这个比较理想一点。好，先说结论。我认为日后政府应该要推出对生小孩、养育未成年小孩这2种族群有利的房地产政策，比较合理。你不要再去管那个单身男女了这个我以前在影片就讲过，然后留言好像都当笑话看没关系，我再讲一次，顶多再被笑一次而已。首先生小孩族群给新青安这种超级优惠的东西，降低他买房的压力。那甚至可以做到生几个就给几个资格。再来养小孩族群，看他养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就有几间房子的资格，在这个儿女未成年之前拥有宽限期当然配套的事情就再去想。我现在这个政策讨论的基础是说，我认为现在真正辛苦的族群是谁？也不是这个新青安年轻人而是敢生小孩以及正在养小孩的族群，尤其是正在养小孩的年轻小夫妻这个族群真的是很辛苦非常辛苦。所以他家里本来就有钱，不然的话真的养小孩很辛苦，自己的日子也要过，然后养小孩就没钱了，然后因为制作需要换屋又被打到，然后又说我有切结书银行不鸟你但真的有没的，真的是很辛苦敢生小孩对国家来说是长远而且莫大的帮助。那辛苦拉拔小孩长大投资小孩教育的族群这个更加辛苦。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以这个养小孩族群几乎没有对他们友善的房地产政策呢？
目前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呢，就是想要把房子给小孩哦，怕这个小孩这么蛮废的，自己养的自己知道啊，这个账号养坏了哦，那算给他一间房子，然后等他长大以后不会那么惨，都要走赠与慢慢走，不然就要走什么二等亲买卖，非常的就是这样，就是要去防堵各种弊端，把帮小孩累积资产的路哦，都尽量去给他封住，这整个就是一个防弊重于心力的思维，防弊重于心力，这很政府哦，这很公务员没有错。养未成年小孩的年轻小夫妻真的是超级辛苦，超级辛苦。我甚至认为做个政策取消其他族群的优惠，资源都 all in 给他们都很合理，因为他们很辛苦他们年轻，不小心生了就生了然后正常居住需求养小孩的过程中却要面对超高房价，终于有一点点闲钱想要自产在房地产，但限制超级之多。那你干脆做一个政策让他们敢多生。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已经生一个的夫妻叫他们多生一个，这也常常听到啊，说什么要有兄弟姐妹比较有伴你叫他们多生一个会比那根本就没生的男女朋友，然后你叫他们两个结婚结婚一个很大的关卡，然后结婚之后你叫他从0个生到第1个出来，你叫那个已经生了再生一个一定是容易很多的，因为生过有经验现在就是说环境政策上怎么让他们感到安心，愿意多生就会生了。现在流行不结婚，我也知道流行结了婚也不生小孩，对不对就不要理这种族群了，就不要理了。为什么？因为努力也没用他们就是不结婚，就是不生。你那个资源给他们干嘛？对啊，那他们就是不生。那现在不是说什么少子化国安危机嘛那是不是换了方向？已经生了一个的，你鼓励他生第2个；生了2个的，鼓励他生第3个。生第2大家都怕，对不对？就说没那么多钱可以养小孩如果政府给你钱呢或是政府怎样让你养第3个小孩很轻松呢？那说不定政策围绕这个族群来打造是个方向。你说钱从哪里来？政府的钱从哪里？你要对他们好嘛，要花钱，钱从哪里来？我跟你说，从投资客身上来。而且政府的钱真的足够，我没唬你因为房地合一税，光是今年2024年的上半年，全国税收了新台币293亿，上半年呢，这很夸张呢。今年2024年全年要超过500亿新台币，这个叫没有问题耶。那目前这些钱不是说想花就花目前的正常用途是这样，有一个法条叫做房地合一课征所得税税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就是可以去用房地合一收进来好几百亿，一年好几百亿的这种钱受配单位为内政部及卫生福利部。那内政部法条中要求它用于住宅政策，就是社会住宅的新建租金补贴等等跟其他。那卫福部被要求用于长期照顾服务支出，就长照这个领域。那你看新建社会住宅落实居住正义，即使一对小夫妻抽中了社会住宅进去住了6年的不生还是不生，对不对？台积电这间男女严重失衡的公司生育率，都比一整栋男女大概性别平均的社会住宅还要高。政策这样努力，钱这样花，不生就是不生，这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叫做孔明借东风？反正社会的氛围就是爱投资房地产嘛，那你不生就不给你优惠的资格，你爱生就多给你，生几个就给你几个，生1个优惠1间，生3个就优惠3间，让生小孩这件事情间接绑定投资的属性，形成小孩生的越多，房子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多，晚年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这是不是一条反而有机会做出一点成绩的路？反正传说中的少子化办公室，你知道它顶头上司是谁吗？是卫福部，卫生福利部。那卫生福利部又已经是房地合一税税收使用的受配单位。虽然卫福部被规定说钱只能用在长照但内政部也是受配单位啊。那就看生小孩这件事情怎么样透过其他的政策去包装成间接的长照，或是出台友善养小孩的政策，法律上都解释得过去了就可以动用这笔钱了。不然你要现在未成年子女、年轻小夫妻，要你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对
对啊，去帮他们啊，不要帮那个整天都在那边鼓吹我不生我不结婚，你帮他们干嘛？他们就不会生啊。你去帮那个忙到没有时间发言被人家看见的这些年轻小夫妻族群，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道路你这样子就可以动用这笔钱来让小孩变多来让小孩的教育变好，来让夫妻的压力变轻。一年都有超过100亿可以用，不能再说没有钱了。而且内政部当初推的房地合一税这东西怎样？它没有落日呢。它税负至少20%，管理房子放几年你放到第6年、第7年、第16年你才卖一样20%那等于怎样？等于说这会让政府源源不绝的财源通往内政部跟卫福部，然后为内政部去做居住正义的事情，卫福部去做长照的事情。那有源源不绝的财源拿钱去拯救养小孩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年轻小夫妻，这不是坏事不是吗？你爱投资爱囤房，你就多生小孩生几个囤几件，这本来就是台湾人的 DNA 啊，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很多长辈都会说小孩有几个那就要买几间房子，这样以后长大一人一间。现在只是把资源灌到这个普遍的迷信上面去而已，与其用刺激的逼迫的，不如用疏通的。不要逼迫人民生小孩嘛，而是打造出一个局面，让人民那一对小夫妻躺在床上被子一盖，在那边睡前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想一想不然我们来生个小孩，对吧？水到渠成。上次我讲类似的观念我不会喷的是什么？我被喷的是你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只有8+9愿意毛起来生，重视教育的竹科父母依然不敢生，因为小孩的教育投资是怎样上不封顶的，你再多钱也不够用所以竹科高学历高收入的父母，他们生小孩是怎样？是打造精品打造精品。8+9族群生小孩是各种不小心，那也很好啊。台湾不是因为少子化，然后又加上募兵制，导致很缺基层的士官兵吗？军校不是因为少子化很缺学生吗？再讲下去就太多了我这边有那个各政府部会跨部门合作所编织出的完完整整的少子化与高房价解决方案，也不用来问我了，因为我刚刚讲的都是 ChatGPT O1 模型告诉我的。我怎么觉得他来当官不会比较差？我的账号是不是坏掉了怎么回答给我这个？